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美国军事网站最近爆了一条料，说美国空军呢正在计划开发3种飞行汽车。那么这个消息谁透露的呢？是美国空军主管装备发展的副参谋长。美国空军用的飞行器不是直升机就是固定翼飞机，他怎么会想到要研发飞行汽车？那么美国空军眼中的飞行汽车是汽车还是飞机，还是一种能够飞行的汽车呢？因为飞行汽车过去在网上传很多，既能在公路上跑，也能在空中飞。那么美军现在计划研制的飞行汽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如果你不看它的照片，可能会认为美国空军所称的飞行汽车就是一种汽车上装了机翼的能飞的平台。实际上呢，公布了它的几个方案之后呢，就可以发现这哪里是飞行汽车呀？其实就是一种多旋翼的直升机。而且这些直升机呢，和现有的这些民用的多旋翼飞行平台或者军用飞行平台大同小异，只不过它的个头更大，旋翼更多。比如说它的第一个方案可以运送3到8个人，航程多少呢？160公里，这和飞机比起来是不是太短了点儿？160公里好干什么？但是在战场上使用160公里啊，我觉得是足够了。一次运送3到8个人，等于是半个班，接近1个班的人，能够把它快速的运到100多公里以外，也就不简单了。而它时速多少呢？每小时也是160公里，也就是说，在1个小时之内，这3到8个人就可以把它快速的送到160公里以外。这个比汽车是不是速度稍快一点呢？你只要不是在高速公路上跑的汽车，恐怕你想超到时速160公里很难的。那么它留空时间，你既然是时速160公里，航程160公里，你可想而知它的留空时间就1小时。它第二个方案要小一点，一次呢能够送1到2个人，航程更短，只有16公里，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72公里。这是个小玩意儿了，尽管小，它也一次能够送1到2个人，留空时间15分钟。那么这什么概念呢？让人马上想到，这就是个电动无人机一样的，多旋翼的电动无人机，留空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搞得好你能接近1小时，搞得不好就是10几分钟。那么它现在能载1到2个人，能飞1刻钟，航程16公里，应该说正常，说不上什么太惊人。那么第3个方案主要是货运型，它要求能够运送货物220公斤，航程呢超过320公里，这就有意思了。你22公斤的载重量，航程320公里，可就比第一方案、第二方案更大、更远，而且留空时间呢也更长。但是估计呢，基本上也是使用电池或者是混合动力的多旋翼平台。美国空军计划搞的这几个东西，更多的是给空军用还是给陆军用啊？在陆战场上用这样的能够载人的多旋翼平台，应该说可能更实用。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开发这种航程短、速度慢、载重量也不大的飞行平台呢？因为他们考虑用这样的平台救援。首先救那些飞行员，一旦战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了，他要快速的派出人员去救援。当然，它也可以用于平时的抢险救灾。这样的一种载人飞行器被称为飞行汽车，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美国现在在研制的东西是否对我们有启发？我们是不是要跟进呢？不对，这个不是我们跟进美国，而是美国在跟进中国。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好几年前，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就曾经带着一款无人驾驶的载人飞行器到美国进行了测试，而这家公司在广州，叫亿航公司。那么亿航公司现在已经开发成功了，能够在城市里飞行的空中客车或者是空中出租车，一次可以载2个人，用自动驾驶的方式把这个旅客从 A 地转移到 B 地，而且呢，整个过程地面控制站都可以对它进行精确的导航控制，飞行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据说呢，广州市的副市长还做过这样的空中的士进行过体验。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可以说已经很成熟了，民用成熟了，改成军用行不行？完全可以。因此，美国空军的这个飞行汽车计划虽然很亮眼，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已经落后了。我们中国的同类型的平台已经搞成了，而且是无人驾驶的。那么在这个领域，美中势必会有一场
激烈的竞赛。我们既然稍微领先了一步，下一步我想美国在进步，我们中国也会进步。祝愿中国的无人驾驶飞行汽车能够引领世界潮流，为它的实用化，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做出他们的贡献。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